大家好，我是 Judy， 欢迎您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我们接续上个礼拜介绍了不锈钢长条钢的华兴，那我们今天要介绍在不锈钢长条钢包括了线材、螺丝螺帽的华旗。那照例呢，我们在介绍这些公司之前呢，我们要先把它的产业概况告诉大家一下。好，那所谓的长条钢呢，简单的来说，有些人搞不清楚，就是说以外形来区分的话，就是外形是长条状的钢铁产品，我们就把它叫做长条钢。好，那台湾目前不锈钢的长条钢的产业的现况是怎么样的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在电炉生产的部分有3家厂商，包括了叶联、唐龙跟华兴。那他们这3家厂商呢，都可以生产出什么？小钢坯，除了小钢坯以外，也可以生产扁钢坯。那像那个叶联跟唐龙部分生产扁钢坯的量比较大，那像叶联跟华兴这个地方有生产小钢坯，可是在盘源的部分，叶联就交给他的相关的转投资公司叶兴这个地方继续做盘源，华兴呢这个地方还有做盘源。接下去呢，我们再把盘源抽细一点，就叫做线材的部分。那线材呢，其中华旗这个地方它就有做线材。那接下去呢，又可以做成螺丝螺帽，那华旗也可以做螺丝螺帽。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公司呢，就是长条钢的中下游的公司，做线材跟螺丝螺帽的华旗。好，那你一定会说，这家公司我不常听到啊，那为什么你要把它特别拿出来讲呢？当然是它的基本面非常好，技术面也非常强，还会被我们挑出来。好，那这就是华兴的产品介绍。那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就是说从线材这个地方又做成了螺丝螺帽。那最主要华旗这家公司呢，它有做线材，不过它的主力是在不锈钢螺丝的部分，它占整个营业比重大概70%。那它的螺丝呢都是以小螺丝为主，那全球的市占大概50%。我这样一讲就可以知道它是占一个蛮重要的地位。那它生产方式呢是以订单生产，而且是少量多样，然后外销比重高达80%，而且是以美国的市场占大宗。它广泛的有运用在包括了营建啊、工业啊，还有3C 电子、汽车跟家电。那你这样一听就知道，它的下游产业是比较分散型的所以它的业绩不会受到其中任何一个产业的影响比较大，所以是比较分散的。那接下去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刚刚是公司的简单介绍，接下去我们看一下它的财务。那照例呢，我们这个地方又举 ROE 跟大家讲。那 ROE 这个地方呢，它可以分作2个算法，一个算法呢是税后净利去除以股东权益，那直接就可以得出 ROE 这个数字。但是呢，我们把它切成3个，就是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跟权益乘数，看看就是说它 ROE 贡献最主要是来自哪一个部分的变化。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华旗公司呢近5年财务简表的部分，我们就可以发现它 ROE 从2019年这个地方呢，它已经逐步往上了。那在2021年，其实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就是原物料飙涨，然后到处都在缺工缺料，所以那时候整个利润就上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每股盈余的部分，在2021年的时候创下了4.1元。那纯益率的部分也是从2019年一直拉升到2021年。这个部分，那总资产周转率这个地方变化不大，那权益乘数这个地方也变化不大，所以它的 ROE 拉升就是来自于税后纯益率的提升。好，那我们再用季报来看它同业比较，那我抓出了3家公司，就是华旗、还有世凯跟强兴这3家公司，然后我们去比较之下，就是我们纯粹用盈利率还有税后纯益率这个地方来比较，我们会发现华旗这个公司会比世凯跟强兴这个地方税后纯益率都来得高。那如果以负债比例的话，它相对比较低，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我们在中级班这个地方特别介绍这家公司，它的基本面相对比较好。那我们也看到它累计前3季的达成率已经超过了法人的预估了，所以你就知道说它是一个业绩还不错的公司。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华旗这家公司技术面的分析。那我们看到了，它这个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做一个挂牌的动作，从2000到2007年这个地方打出了1高，然后接下去呢，在08年到14年这个地方打出来的2高，所以你从它技术面的分析，你就可以看到，事实上从2000年一直到2014年这个地方，它的股价都是压在一个什么箱型的部分做一个什么
上下整理，好，一直到2015年，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财务报表，明显去做一个提升。那在2019、20这个地方，回档以后又往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在教大家的时候，就是说过前波高的时候，一定会出现什么关键 K 棒，出现关键 K 棒以后，拉回关键 K 棒的那个原点没破以后，它就会展开45度的攻击哈，所以从这个过前波高、然后出现关键 K 棒，出现攻击，拉回都有手支撑的部分，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我们找一家公司业绩好，而且刚好是业绩成长上来的过程中，然后配合技术面，我们又可以配合关键 K 棒。好，还有成交量这些，我们可以去辅助它有效突破的时候，那它的股价就会相对强势。所以你发现说，如果我们投资这家公司是从2015年投资，一直持有到现在的话，报酬率会是相对比较高的。好 ，OK， 那现在是从3高走到3低的位置。那你说3低到底结束了没有？那这个地方我们要再切更细的图，比如说日线图这个地方再做一个观察。不过目前因为大盘已经出现一个止跌的状况，所以个股这个地方要再修正的空间就会相对比较小。那我们已经看到华期这家公司的基本面相对于同业是比较好，所以未来我们在做所谓的市高的规划的时候，我们可以朝所谓的成功上涨 N 或者是正常 N 盘整这个地方去规划它。除非说呢，它的业绩不如法人的预期，或是公司对外宣称，那或者是说呈现衰退的现象，才会有所谓的失败 N 跟倒 N 型了。OK， 那我今天借着那个华期这家公司呢，跟大家介绍长条钢的中下游，就是包括了线材跟螺丝螺帽这个地方，告诉大家呢，你如何去从它的基本面，还有从它的财报部分，我们选出相对体质比较佳的个股，然后接下去我们去配合技术面，在它突破新高的时候，关键 K 棒打出去的时候，拉回手支撑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一个介入。那长期下来的报酬率，我们可以用华期这家公司可以证明，就是说，如果你从2015年开始投资到现在的话，那你的长期报酬率是获利是非常可观的。OK， 那讲到这边，如果你觉得意犹未尽的话，记得到部落格看我们的相关文章。OK， 节目要到了最后尾声，还是要提醒你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星期再见喽，拜拜。